好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还是送你回疗养院吧。你就这么狠心？昨天晚上你闹得太凶了，穆家很害怕。这样下去，对你、对穆家、对咱们这个家都不好。我不回去，我不。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很失控啊，我也知道我昨天晚上闯祸了。那是因为我一回来，我很着急，我希望我们三个马上就回到以前的样子。我能做个好妈妈，我也可以做个好妻子。你信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我不再喝酒了，我会努力的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怎么没去火车站啊？现在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咱们现在回去结婚的话，对你对我都太不负责任了。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说。就实话实说吧。我骗你了，骗了。那块表不是客户送的，是朱耀庭送的。你和朱耀庭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多久了？快1年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来北京？我以为你来了之后，我就能跟他分开。我以为咱们俩就能顺顺利利回去结婚，一切就都跟没发生一样。但当我把这些事都想简单了，我来了北京之后才知道，北京机会是多，但人跟人的差距也很大。我自认为我是个博士，能高人一等。你知道吗？
在 CBD 你随便扔块砖头，砸着的都可能是个博士、硕士。我算个屁呀我！你知道他们最初给我开的那工资有多低吗？我自己都没脸活在这儿。我真的怕，知道吗？我特别怕，我怕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今天是这个样子，我再努力10年，我还是这个样子。能明白，她是大老板的女儿，她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没想要别的，我只想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你就想走捷径？难道每一个在北京奋斗的人都需要一个周小婷吗？那你是想跟他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只是不想再骗你，也不想再骗自己了。我真的，我不想后悔一辈子，真的。简单，我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在找东西啊，我找了一天啊，也没找到。什么东西？对，我找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个东西特别重要啊，那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我没有找到啊。玉茹，玉茹，明天白天找，明天白天我帮你找，好吗？你一定要帮我。嗯，找不着我心里不踏实。放心吧。他都闹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又让他回来？穆佳，她是你妈妈。他除了生了我，哪点配当妈妈？妈妈在医院的时候特别想你，她也跟爸爸保证了，她绝不会再喝酒了。咱们一起帮帮她，让她早日康复，好不好？妈妈其实是很爱你的。可我怕他。你再不让他走，什么时候真把我逼得离家出走了，
你就满意了。喂，马总。钱老师，董姐这几天回不来了，你把返程的日期告诉我，我让人给你订票。我没有回凤姐，我要辞职。啊？过2天我去跟穆家道个别，然后跟您把工作交接一下。等待电话的接通，漫长的像过去了1个世纪。我每1秒都有挂掉的冲动。我知道，这通电话无疑是给我的失败铁板钉钉，但手就像被定住了一样，迟迟没有放下。哎，我是周耀婷，你帮我转接一下行政部，让周末值班的保安接下电话。今天冯总来了吗？昨天晚上就没走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吃点东西。你就一点没怀疑过吗？怀疑过。但我觉得不可能，觉得不现实。这怎么不可能啊？这太现实了。冯春生想李玉跳龙门，卓小婷能给他所要的一切，你呢？你什么都给不了他，他当然会选择卓小婷啦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把我叫到北京来呢？还要买房子，还要回去领证结婚。他很纠结呀。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他放不下你也正常啊。他对我就只剩下责任和怜悯了，是吗？简单，这是北京，一年有多少人想挤进来，都想活出个人样来。冯春生现在面前摆着一条捷径，他怎么会放掉这条路呢？那怎么办？你真想跟他结婚啊？那你就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别往死里逼他。毕竟你们在一起8年了，父母还在这儿呢，他不会不管不顾的。我还要跟他结婚吗？我现在还要跟他结婚吗？好了啊。
去的，总是要有个交代吧？喂，哎，叔叔，那个他现在有点事儿。说他和冯春生是怎么回事啊？叔叔，那个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，不知道怎么跟您说。那好，那你告诉他啊，明天我们和春生的爸妈就到北京去了。哎，你爸跟他爸妈明天要来北京。阿姨，房间在这儿。啊，在这儿。我们这儿啊。简单，你别忙活了，你也赶快坐会儿吧。歇会儿吧。赶快坐会儿。哎，这怎么还关机呀？你说它关机干什么呀？这小子，简单，你放心，有叔叔阿姨在，我一定让这小子给你赔礼道歉，啊？他跟你说过那个女的是谁了吗？那我不好说，说你还是文春生吧。我不管他是谁，都得给我滚得远远的！真是气死我了！见面我非得抽他一顿不可。老冯，你发这么大火管什么用啊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冯春生。行了行了，赶快把这降压药吃了。赶紧把药吃了吧。哦，简单，你知道春生单位在什么地方啊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把你吵醒了。哇，这是那个爱德华的书稿，翻译完了。完了。好，我抓紧时间看。你去忙吧。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，董事会不赞同你那爱德华的版权，还有对保留欧郎广场的书店也有异议，要不你慎重再考虑考虑。他们就只盯着自己眼前那点利益，他们的意见不需要考虑。家里的情况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工作上的执拗放在你的家庭里呢？其实你应该在你的岳父面前坚持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。要不你再找他谈一次，把一如送回去。怎么啦？这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啊？把他一个人送到疗养院去，让他自生自灭就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孩子的母亲呢。是啊，可是他现在影响了孩子啊。我现在是走到一条死胡同里了。当你走进一条死胡同，撞到头破血流的时候，应该拿理性的手电筒来照亮自己。就像当初，你为了离婚打官司闹上法庭，对吗？我在你眼里那么绝情啊？那是我不希望看到一个死亡的婚姻白白的去浪费时间和生命啊！你以为靠对你原配的那种同情啊，就能维系一个家庭吗？你够对得起他了，能不能放自己一条生命？你觉得我对得起他吗？
算了算了，我们说点实际的吧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前些天不知道这个姜老师怎么弄的，让这个穆家刚刚消停点儿，结果他又辞职了。这事儿我去处理一下。别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姑娘，冯春生在吗？冯总今天没来上班。啊？没来上班？不，哟，那他上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这小子肯定是躲着咱们。走，进里边找他去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你们不要进去，等一下！冯春生，你给我出来！冯春生，出来！冯春生，冯春生，别藏起来！叔叔阿姨，冯总真的不在，你们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好不好？他肯定藏起来了，你叫他出来！叫他出来！怎么了？哦，卓总，是冯总的父母，他们找冯总的。啊，你先忙去吧。叔叔阿姨，怎么了？冯春生在哪儿？你把他找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讲。春生最近在项目上，经常不在公司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找他，找着了我们再联系你。你是冯春生的领导吧？啊，对。那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你叫他出来。哎呦！哎，老冯，老冯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他有高血压。哎，你赶快找春生回来。哎呦，卓总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你看，我们老冯现在没事儿了。好多了。您叫我小婷就好了，不用那么见外的。哎呀，你说我们家春生，这家里也不在，是公司也不在，这手机呢还关机，也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。春生不是回老家结婚去了吗？他要真能回去结婚，我们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啊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春生我来帮您找，一定能找到。哎呦，朱总。您这么大个领导，工作又这么忙，还操心我们的事儿，真是太谢谢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应该的。喂，左总，冯总回公司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叔叔您先好好休息，阿姨我公司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。谢谢你啊！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好嘞，再见。慢走啊！哎，再见。我担心你，所以我来公司看看。你也不要有负担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是你不要负担太重。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得那么周全，人总要为自己活。你可以为自己活，我不行。我一步步走到现在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我背负的是家人对我的期望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我躲起来，关掉手机，我玩命工作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没有回去结婚，是不是因为我？从今以后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你去告诉简单，去告诉你父母，都是我的错，这也是事实，是我主动的。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解决。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啊，我也不管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冯春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赶紧给我锻炼你点花花肠子。
你要是敢对简单三心二意，别说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你当着简单的面，当着我们几个老家，你表个态。这是我跟简单2个人的事儿，我们自己解决就行。这怎么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啊？你把我们几个老家往哪搁啊？明天跟我回家，把这婚给我结了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！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冷静，这让孩子好好想一想啊！咱们老家不是都在吗？也不怕这1天2天的。1天2天，不行，他今天就得表态。哎呀，爸，你别掺和了，你还怪上我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撒开我！你干什么？这还没完了！简单。喂，你回来，我给你2倍的工资，保证是全北京最高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行了，咱们呢，今天该说的也都说了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先回宾馆，先让孩子们自己再好好聊聊。走吧。好好跟简单说，拿出点做男人的样子来。你是不是怕我拿我爸妈来绑架你？当年你要到北京来读博士，我爸妈是不同意的。他们希望你能留在老家跟我结婚。那会儿我都没拿他们绑架你，现在我更不会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求你留下来的。简单，我这辈子我都欠你的。你是不是就等着我这句话呢？我告诉你，冯春生，卓小婷是有你想要的一切，可如果你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你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想好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在一起，真的。你想吧，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我可以等你。不是我是说退一万步讲，如果咱俩不在一起了，你打算怎么着？那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吧。
后院。我找到了，是在杂货间最底下那个柜子里。不过我为什么要找婚纱呢？我又不结婚。哎，对了，我要去当翻译了。大3那年呢，我就没有去，因为我认识了我爸爸的一个学生，他叫马六文。他们都说他是我爸爸最优秀的学生。整个暑假呀，我都跟他在一起，每天他都陪着我。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。爸。李教授，今天你能到我家里来一趟吗？马先生，一如，我来看你了。这里是我家呀，我要待在家里，我哪里也不去。一如，你还记得小白楼2楼的舞会吗？开始了吗？马先生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穆家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挺好的。把一如送去疗养院了。你没有必要难过，你现在能为自己考虑了，放下以前所有的负担，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替你跟卓远集团签了解约合同，还给你争取了最大限度的赔偿。
谁让你签字的？你说解约就约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可是现在董事会对你的意见很大，我们必须做出让步。这家书店年年亏损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你一个生意人要失去理性，等待你的就是万劫不复。你给我进来。马总，您找我。你马上去财务结算一下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，你被开除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是我的助理，林总背着我签解约合同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林总，你冲他发什么火呀？你冲我来，别把别人当。还有那个叫什么董姐，下次来的时候把东西收拾，大包走人，我给他补发1个月的工资。我说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这些年我的司机、保姆、助理、公司和家里，他们大事小情都要向你汇报，我就好像生活在你的监控里。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，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，行吗？你就这么看我？我真的挺寒心的。怎么了？啊？眼睛怎么了？给我看看，要不要去医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让我们回去。我都不知道你心里头怎么想的啊！要不是我们来了，把冯春生摁住了，他不定跑得多远呢。简单，这事儿你可不能糊涂啊！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，他心都不在了，我还留他干嘛呀？简单，你要20多岁，妈什么都不说你。你说你现在都多大了啊？你为了冯春生，你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？我跟你说，冯春生他就是一个白眼狼。他也别忘了，要是没有我们，哪有你们家现在呀？妈，你就别说了。简单，你妈说的没错。当年我跟你爸跑船的时候，我得了肝炎。我当时哪有那么多钱看病啊？是你爸砸锅卖铁给我凑的钱，要不然我早死在医院了。从你和春生恋爱开始，我这一心想着你们能成。说心里话，我早就把你当成咱家的儿媳妇了。现在春生干出这种事儿，天理难容。不行，我得去趟他公司。叔，你别去了。还这话赶话的，还真生气了。妈，你又提那事儿干嘛？我这不是话赶话赶上了吗？那也不能那么说话。进。